哈喽，我是基丁。本期我们接着来讲中末的女武神第7场对决，始皇帝对阵哈迪斯。上回我们说到，哈迪斯激进的攻击被始皇帝一次次用无解的空气炮化解，最后狠下心自残身躯，准备和始皇帝来一场换血死斗，拼一拼谁的血条更长。而战斗之外，苍蝇王别西卜竟然将曾被波塞冬亲手杀死的希拉二哥阿托摩须给复活了。先是魔王波旬，后是希拉二哥，这别西卜究竟在计划着怎样的阴谋？而接下来这第7场人神之战也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到底谁能笑到最后呢？那么废话不多说，赶紧进入我们的结束时刻。擂台之上，哈迪斯这一手自残身躯，最为感同身受的就是始皇帝了。拥有着能感受到他人痛楚的能力，让此刻的他也承受着同样的痛苦。只见哈迪斯手握双叉戟，像刚从血海里走出一样，径直冲向了始皇帝。也没想那么多，始皇帝仍旧吐着那无解的空气炮，只要这招没被破解，那他就立于不败之地。果然，哈迪斯下意识往身侧一躲，但还是被这看不见的攻击给擦中了胸口。可这一次，他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仔细感受着体内被扰乱的气流，竟在攻势减弱的前一刻改变了出手招式，由本来的突刺攻击强行变成了自上而下的劈砍。什么？气的流线移动了？哼，给我去死吧！这一击劈砍根本没有一丝被削弱攻势的感觉，连带着地板都被砍碎了。好在始皇帝也提前察觉到了，躲开了这一击。躲不掉又怎样？他不过只是一条空气罢了，只要注意不让体内气的流向被扰乱，那你这招便不值一提。始皇帝眉头一皱，大口喘着气儿，他无解的空气炮最终还是被破解了。可就在这时，他猛然察觉到哈迪斯那被鲜血染红的双叉戟正在被流动的血液慢慢包裹，模样是越来越瘆人。那是怎么回事？哈迪斯的血可不是普通的血。片刻后，整个戟身都被血液所包裹，终于要完成了吧？去喝吧！就在哈迪斯扬起双叉戟的那一刻，始皇帝竟露出了惊恐之色，因为此刻在他眼里，哈迪斯体内的气竟然连同戟身都一块覆盖了，宛如是人戟合一。还没完呢，只见双叉戟的戟刃也开始发生变化，竟然慢慢的开始分裂延伸，变成了如同是5根触手模样，再然后全数收拢合一。哈迪斯的血又被称作冥王灵血，极其特殊。神器在接受这灵血的灌溉后，会寄宿着哈迪斯的生命能量，变成更为强悍的神器。不愧是哈迪斯大人啊，真是太强了。不过，一旦那生命能量枯竭的话，他就会死。什么？这哈迪斯大人会死？此刻，那比新的神器已然诞生，散发着惊人的气势，让始皇帝都感受到事情不太妙了。这新的神器双头戟刃合并成了一柄硕大的锋利坚刃，从戟变成了枪，此器名为宿命之刺血枪。只见这枪身一动，连场上的气流都跟着躁动了起来。这就是我的底牌，人之王。话音一落，只见哈迪斯将死穴道往后一拉，整个人的气势瞬间拔高，被我撕成碎片吧！这一枪宛如鲜血引导下的曙光，刺破了空间的距离，顷刻间就杀到了始皇帝身前。虽然还是如之前一般的突刺，但这速度根本来不及躲，始皇帝只能举起了手臂，用无坚不摧的神力天凤来应接下这一枪。但想想也知道，怎么可能挡得住呢？就连进化前的双叉戟都挡不住的神力天凤，在这一击下瞬间被瓦解。不仅如此，就连被神器铠甲覆盖的臂铠，也在这一击之下被击碎了。这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一半是惊讶于始皇帝被神器覆盖的臂铠竟然被击碎了，另一半则震惊于哈迪斯这恐怖的一枪。不过被击飞出去的始皇帝并没有倒下，而是手掌触地，一个翻身便稳住了身形。可抬头一看，途经之路全都被粉碎了。见始皇帝支撑着身子咬牙站了起来，哈迪斯笑着表示：鱼可不能输啊，毕竟鱼可是他们的兄长。曾在过去，众神们被问到对冥王哈迪斯大人的看法时，阿瑞斯是这么回答的：我想想，操控自如的双叉戟拥有着压倒性的武力值，但那位大人的本领可不止于此。令众神都不敢直呼其名的冥界之王哈迪斯大人，同样也是众神最信赖的神。你要问为什么？令众神都认同这件事的那会儿，是天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那是一场神与巨人之间的旷世大战。那一天，在奥林匹斯神殿，负责医护的神职人员正将一名重伤的神运往急诊室，但那名奄奄一息的神还在朝着后前线去，因为仅凭神兵已经无法抵挡那些东西了。此神正是战争之神阿瑞斯，因为在争夺宇宙霸主的封神之战泰坦战役里，宙斯战胜了其父亲统领的泰坦神族，坐上了希腊众神之王的宝座，但也因此激怒了他的祖母创世神盖亚。于是盖亚率领亲手创造的天界最强种族巨人族发起了战争。就这样，神与巨人的旷世之战打响了。但希腊众神在巨人族那压倒性的力量下越来越难以抵挡。坐镇神殿的宙斯将兄弟们都召集到一块，商讨该如何应对。大哥冥王哈迪斯，二哥征服之神阿托摩须，三哥海神波塞冬，以及他儿子战争之神阿瑞斯。
传信员赫尔墨斯将前线不妙的情况告诉了众神。没等宙斯开口，带伤回来的阿瑞斯就忍不住了：“老爸，他们比想象中要强太多了，再这么下去，就连奥林匹斯都会沦陷的。”宙斯还是沉着脸没回应，倒是阿童摩须毫不忌讳地耻笑道：“不妙啊，太不妙了！哈哈哈！你说你该怎么办呢，宙斯先生？”波塞冬和哈迪斯早就见怪不怪，也没开口。这时宙斯终于有反应了：“哈哈哈，那种事根本都不用想，当然是用尽全部力量将那些家伙彻底击溃。”见宙斯又提起了斗士，阿童摩须也没再说什么。赫尔墨斯，替我传令下去吧，该轮到我们上场了！哈哈哈哈！宙斯本就是个热衷于打架的好手，难得有机会，他能亲自上阵杀敌去。但阿童摩须还是满脸不屑，似乎也没想到宙斯会如此果断。可就在这时，哈迪斯刚走出神殿，就有密探上报，告知他冥界也发生了暴乱，被囚禁的泰坦神族攻破了牢笼，正在大举进攻。奈洛是位于冥界最深处，用于关押众神的牢笼。泰坦之战里被宙斯亲手打败的其父亲统领的泰坦神族就被关押在此。今天趁着巨人族进攻神界的混乱之时，他们挣脱了束缚，从冥界出发，和巨人族形成了上下合围之势。一旦让他们真的打到了神界背后，那届时就是神界毁灭之时。听闻了消息的哈迪斯一言不发就离开了神殿。这一幕被弟弟波塞冬看到，关切地问了他一句怎么了，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没事。就这样隐瞒下冥界的危机，哈迪斯沉着脸离开了。在那之后，宙斯率领神兵和巨人族展开了最后的血战。那一场惊天动地的漫长战役，倾尽了所有众神的力量，终于取得了胜利。那一刻，欢呼声充斥着整片神界。但此刻的波塞冬却察觉到了不对，他向冥界的士兵问起，为什么他没看见哈迪斯？那士兵这才面色难看地回应道：“哈迪斯大人为了阻止泰坦神族的进攻，只身一人挡在了冥界。”在冥界通往神界的大门处，堆积着数不清的泰坦神族残躯。很显然，战斗已经结束了。哈迪斯正哼着小曲儿坐在台阶上，听着熟悉的曲调。波塞冬从神界走了下来，难以置信地看着哥哥的落寞背影。他竟然以一人之力拦下了所有泰坦神族。见弟弟来了，哈迪斯还笑着向他祝贺，巨人之战取得了胜利呢。但波塞冬很清楚，这一战也少不了冥界士兵的功劳。然而哥哥明知道冥界也遭到了危机，竟也将兵力全交给了他们。用他的话来说，便是作为兄长守护弟弟们是理所当然的。但当波塞冬反问道：“难道你就不怕输吗？”呵呵，不会输的，弟弟啊，鱼发誓，作为你们的兄长，鱼不会输给任何人。不过这次的确有点勉强了呢。波塞冬愣了片刻，表示他是不会道谢的，但仍然向哈迪斯伸出了手。哈迪斯意外地看向了弟弟，终于是会心地笑了。毕竟这可是波塞冬第一次认同他这个兄长。就像当初握住弟弟的手，如今在擂台上他同样也握着。既然弟弟已经不在了，那作为兄长，他也要遵守诺言，不会输给任何人。现场传来了热烈的喝彩声，替这位伟大的哥哥加油。神明席位上，阿瑞斯回忆起那天的事，也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宙斯也别过头去，表示那家伙可真爱耍帅呢。但也有提出疑问的，赫尔墨斯表示，那为什么哈迪斯大人会这么珍重兄弟情谊呢？虽然是理所当然，但他还是难以理解。就在阿瑞斯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我来告诉你如何。”你是？哦，看起来来人，阿瑞斯一脸难以置信，那竟是早已死去的希腊二哥阿童摩须。阿瑞斯已经吓傻了，但动作可不慢，给让出个道来。宙斯倒是不意外，向着死而复生的二哥热情的打招呼。赫尔墨斯显然也早已经知道这事儿。一旁的阿瑞斯满脸问号，这感情现场就只有他一个人不知道这事儿吗？他赶紧上前向赫尔墨斯问道：“等一下，他是阿童摩须大人吧？他不是早已经被波塞冬大人给彻底消灭了吗？”赫尔墨斯这才解释道：“那天波塞冬的确是杀掉了阿童摩须，但他也接到了哈迪斯的命令，将阿童摩须的尸体给带走，交到了苍蝇王别西卜的手里，秘密的进行治疗。那波塞冬大人他知道这件事吗？”呵呵，波塞冬大人当然知道了。若那位大人真要下杀手，连一块肉末都不会给留下吧？所以自那天起，奥林匹斯第13神阿童摩须已经死了。现在站在面前的是冥界的新神阿童摩奇。赫尔墨斯，你问他为什么这么在意兄弟吗？其实没有理由。简单来说，那家伙只是对自己的兄弟们特别喜欢了。好了，到这里就是女武神第7战第7篇的全部内容了。这一篇算是揭露了哈迪斯的过往，独自一人拦下了整个泰坦族的魄力。放眼神明一篇，也很难找出一个来。也难怪就连二哥都痛下杀手的波塞冬会认同哈迪斯，既作为王，也作为一个兄长，冥王的形象也终于丰富了起来。既然两边都已经回忆的差不多了，那接下来估计就真正的决出胜负了。好了，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我，这里有最新的女武神更新消息。那么我是麒麟，我们下期再见。